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新年的第一天，给大家带来一款我小的时候经常玩的街机游戏《街头霸王降龙》。今天挑战的是一个小时候经常想挑战但是通关不了的人物布兰卡。这个角色 AI 用起来特别强烈，尤其它有一个跟踪电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，就瞬间传送到你身体旁边，然后开始放电，一直压制到死。如果你使用的人物不是龙和肯这种会升龙的起身不无敌的角色，基本上就被他压制到死。这个操作呢，我肯定是用不出来的。布兰卡也就两招，一个滚，一个电。这个电对于达西姆这种角色，你可以压他一下，因为他起身呢没什么输出的技能，又不能升龙，在空中他就等着被电。那使用布兰卡通关有几个角色要尤其注意，首先是龙和肯，甚至像布兰卡本人这种角色是非常难的。另外呢，桑吉尔夫他起身呢梅花座是优先你的电的，可以瞬间抓住你。好，来到了这个通关的第一个挑战，这个坎儿龙。我现在开场选择这样压制它，使用电来压，但是呢后面他如果疯掉了的话，你这个是压不住他的。好，看这一下，看这一下，我的天，非常危险！就是你压他起身，他起身给你一记升龙，基本上半格血以上。还有一个人物也不大好打，沙加特，因为沙加特也会升龙。基本上就这4个人物吧，龙、肯、布兰卡。还有桑吉尔夫，沙加特算半个。这4个角色如果过去的话，那基本上就通关了。但是小的时候龙和肯我经常打不过，我感觉打龙和肯甚至桑吉尔夫的时候，你都要靠运气。哦，又给了我一下，看这一下啊，送到底，蹲着不要动。好，带走，这样通关了25%等于。如果龙或者肯来了一记轻的升龙，他的飞行道具呢排成一排这样飞过来，然后呢你需要防御，这个时候龙和肯再跟踪过来和你打架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没了。所以说打龙和肯真的需要运气。那本田这里应该是最简单的，本田这个家伙明显是物理没有学好啊，在澡堂子里和漏电的人打架，大家想一下吧，这个十分惨。地面都导电，我用的这个滚是重的，轻的距离特别近，而且还比较慢。挨打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放滚。这个滚可以取消防御，可以取消受创的硬直。取消防御刚刚打龙的时候应用到了，他跳过来踢我，我防一下，然后一个滚就可以把他打倒。打肯的时候也能用这招。哦，打车，那布兰卡打车是很快的，但是在左侧的时候咱们不要放电，非常有可能呢你放电把左侧这边打完了4下，然后你就粘在车上了，你的电就粘在车上不动了，一直在电，一直电到时间结束。还剩24秒把车给电爆了，应该是很快。哦，布兰卡打布兰卡也需要运气啊，你就害怕这个家伙要一直电就没了啊！赶紧，我先放电，我先放电。如果抓到机会了，你在地面就一直放电就完事儿，不要给他任何机会。给他机会，咱们就完事儿啊！一局没了。降龙这个胜负啊，偶然性特别大。当然了，屠龙更大。屠龙的一记升龙是可以带走人的。降龙，如果你不乱动的话，中了升龙是不会死的。原理呢，就是屠龙删掉了人物的被攻击的硬直，就无论多少的伤害都是一发承受了。屠龙至少还有硬直，被空中被打了之后，如果你不乱动呢，它还能飞起来。刚刚我怀疑对面的这个布兰卡就使用了跟踪电啊，瞬间的到我身体旁边了。
幸亏我是一个先手电，不然咱们就惨了，这局肯定就交代了。他电上了，基本上就没了。骨裂啊，骨裂给了我一清泉。哎，我电他使用绞刀了啊，但是因为咱们速度比较快，跑他身后了。好，在空中被击中了，同样可以用翻滚来取消这个受创的硬直。但如果你正在被龙和肯的升龙打，你还照在他的波动拳的范围之内，你瞎动的话，那肯定这些波动拳的伤害你也都吃掉了，那样真的会一发就走了。接着电他，游戏内部的速度应该是不大正常。当年的屠龙和降龙好像是来自于台湾的团队或者公司做的。你小的时候最开始玩都是玩的街头霸王2代、天下斗士啊，不是，是8个人那个。还没有四天王呢，因为四天王是后来的改良版本出的嘛。但是后来见到了屠龙和降龙这样的版本，这下巴都惊掉了。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破解，不懂什么叫盗版，没有正版和盗版的观念，所以这样的版本还以为是官方做的，太夸张了。啊，运气不错。肯的话一直没有使用轻的升龙，那我的半格血是怎么没的呢？好，使用必杀技取消防御啊，这有点玩拳皇9995，拳皇95的意思了。拳皇95是有这个系统，防御的时候可以满气的状态下可以使用必杀技取消防御。那必杀技取消防御呢？你像后续前这种是比较容易出的。有的技能呢是从前摇到后，反向的半圆，这个防御之后就比较难摇了。打桶要看脸，布兰卡打桶要看脸。如果你想比较简单的打的话，因为它这个电呢，有的时候一发你是电不爆这个桶。那你在这发电，基本上你是没有机会去追打，除非咱们把这个打点高一点。但是我现在这个点不太理想，如果有桶被打了，哎，像这个没爆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。其他的桶还可以，所以布兰卡这个角色打这些奖励关还可以吧，性能不错，打车比较快，打燃烧的油桶也可以。我刚刚如果打点高的话，打木桶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哦，我去咬它，没咬到，被踢了。这毕竟是降龙版，那很多时候呢，非常奇怪的现象就会发生。后边人物贴图呢，好像调色盘有问题改的。厦门肉食公司，上海发廊，这可能是咱们小的时候啊。一同见证的最老的2个店铺了，就大家都知道的。哎，刚刚我有一个应用，就是布兰卡被抓住，投掷技把你扔出去，在空中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用翻滚来取消落地的这个受创的伤害的。这里的背景贴图出现错误了，老板赔个币吧。对，死机了啊！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车那儿。触发 bug， 让老板赔币，但时间长了，人家老板就不认了。桑吉尔夫这个角色呢，严格来说，你近身啊，起身电是压不住他。这里可以给大家演示啊，我头铁一下，咱们就一直压了，直到咱们被做为止。但是被做呢，可能这个一局就交代了啊。哎，看他起身呢。梅花座是有优先权的，因为他瞬发之后，他浑身就无敌了。那小的时候用桑吉尔夫呢，实际上是跳起来3个拳，就是旋风掌，再跳起来再旋风掌，一直好多层屏幕，然后在空中使用一个梅花座。但是那个打法太耗时了，就是一局的时长太长了，
你像咱们这种70多秒就结束一局，不太可能。他应该是用掉了70多秒，还是20多秒，可能这个整体的做才完成。做一次大概需要20多秒，344才能把对面做死。多用滚来压他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他又使用了一个投技，这个投技的特点呢，就是把人扔出去，那掉在地上了才开始掉血。布兰卡就可以利用这一点，使用你的必杀技来取消你落地的伤害的血量。4天王了啊，好快啊！我觉得基本上是通关了，难点呢就剩后边的沙加特了。沙加特的升龙的威力和龙和肯要差一点，但如果呢，比如说啊，你被沙加特的升龙击中了，然后呢，在空中的时候我不小心放了个电，把火都吃了，基本上这条命就没有了啊。好，这是个连续技，在空中一重拳，然后在空中一个电连上了。那很多小伙伴说，大叔你这样发电，这手不累吗？用爱发电怎么会累呢？有一点，小的时候用它难以通关，也是因为手速不够。但是呢，现在啊有了连发工具，就无所谓了。模拟器呢也有自己的连发的按键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按键呢是否启用连发，所以这样发电就比较简单，包括使用本田春丽都可以，百裂脚、百裂掌都可以驱死对手，驱一次大半格血。电他，哦，他使用这招。那使用这招的话，其实呢，咱们可以发电在下边等着他。好，咱们使用发电来封堵他跳跃的路线。他不是喜欢跳吗？不让他跳了。咱们高压电，高空的压制的发电，简称高压电。第二局，这次他敢爬网的话，我就想使用原地的发电来电他。哎，这个货就关注下3路。他不到半格血了，1/3。好，落到电上，真的惨啊！这个真的惨。还来，爪子没打下来，有点可惜。哦，没血了，再电一下，带走。沙加特了，沙加特打完就算通关。最后半个难点，咱们龙肯、桑吉尔夫、布兰卡都过来了。那如果你使用龙和肯的话，基本上就怕龙和肯，别人不怕。但使用像这种角色呢，那怕的角色就多一点。啊，就趁他落下来的时候啊，不要莽，千万不要莽。他这一个火如果吃了多段，基本上一次就没有了。哦，他的下重拳破我的下重拳。我觉得我很有优势了，我2/3的血还没有了。这如果再多犯一小个错误就没了。稳一点，不要急。啊，这个技能伤害太低了。哦，这下危险啊！我这个发电啊，幸亏是我俩错开了，没错开就给我带走了。这一招好长的血，我这次的血都不如上一局。所以真的玩降龙的时候，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掉以轻心的话，可能1个币就没了。啊！最终 BOSS
戴森2下晕了。哦，我这次呢，这个发电就按连发，不明智了，被窜了2下。看这个血量，我们两个打得好刚啊，就是拼血。第2局咱们冷静一点，不要这样搞了。抓他出脚的硬直。哎，刚刚那个滚啊是轻的，我感觉翻个跟头就落地了。哦，他起身吃电，那他没了，压到死了。OK， 通关。啊，这等于是完成了我小时候一个心愿吧，就是玩降龙呢使用布兰卡通关。小的时候这个手啊，这个连发太累了，所以手速呢不行。啊，我手速一直就不行。跟女朋友认识比较早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霸降龙使用布兰卡通关就给大家录制到了这儿。布兰卡的结局呢是母子相认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